歡迎大家收睇5分鐘熱度，用少少時間了解更多關於建測規園嘅熱門話題。今集我哋好開心請到 IT 界嘅達人 Jason 陳繼宇博士，分享一下喺疫情之下咧返工返學同埋買嘢嘅新常態。Jason， 麻煩你啦，講下有咩變化？有咩變化？咁嗰變化大家都經歷緊㗎啦，就好多嘢都係變咗喺網上面嗰度發生。咁你點樣係發生呢？買嘢，你而家大部分購物都可能因為出唔到街，所以喺網上面購物；出唔到街食飯，你喺網上面訂呢個外賣，甚至返學你都可能要網上去嗰度接受呢個課程去學習。好啦，呢個新常態未完嘅喎，因為常態嘅意思就係周不時會轉變嘅。而呢個周不時嘅轉變，我哋會隨住疫情嗰個變化，我哋可能個疫情好翻啲嘅時候，我哋又可能會照樣去實體空間返工返學去購物。但係疫情又可能突然間轉壞，我哋又要轉翻網上進行。當然，亦到去到最後咧，成個改變嘅環境咧，可能會出現咗有若干部分嘅事情，由以前係一直傳統以嚟係一個實體空間進行嘅咧，就變成可能有30%嘅機會咧係會出現咗喺網上進行。因為大家之前喺呢個新常態之下咧，係習慣咗呢種模式，有啲人就認為呢個模式咧有可取嘅地方，所以繼續用嗰種模式進行啦。喺疫情之下，我哋用多咗喺網上返工、學習、買嘢。咁呢樣嘢咧嘅改變，究竟對而家香港推動智慧城市有乜嘢幫助咧？係絕對有幫助嘅，因為智慧城市咧，佢嘅根基咧就係需要數據，而數據邊度嚟咧？其實就要透過我哋喺網上進行所有嘅活動，無論購物好、上堂好、返工好，佢得到一啲數據咧，成為一啲叫 footprint， 一啲叫足跡。佢掌握到啲足跡咧，先可以進行呢個所謂叫大數據分析。大數據分析係分析啲咩咧？橫切面嚟講，佢就需要好多人嘅數據；中切面嚟講，即係打動嘅切面嚟講，佢先要一個叫時間軸嘅數據。例如你喺幾點鐘做咗啲乜嘢，幾點鐘做咗啲乜嘢，可能買過嘢，又或者出行過。咁佢掌握咗啲數據之後咧，先會揾得到一啲叫 common pattern 共同嘅叫圖像出嚟。嗰啲共同圖像咧，就令到佢掌握到一個叫 whole picture。咁呢個智慧城市先至可以睇到出嚟嘅。Jason啊，香港喺推動智慧城市喺基建方面咧，足唔足夠咧？有咩地方要改善咧？關於香港嘅基建咧，對於推動呢個智慧城市足唔足夠咧？我個人認為就係一般一般啦。不如我就用呢個交通燈系統嚟同大家舉個例啦。香港嘅交通燈系統咧，以世界級嚟講咧，即係屬於世界級啦。相比其他唔同嘅國家，甚至所謂更先進嘅國家咧，香港交通燈系統咧係非常之好嘅，疏導到汽車嘅流動咧係疏導得非常高嘅。但係講到智慧咧，智慧底下其實係智能，智能再底下咧就係啲邏輯。香港嘅交通燈系統咧係維持喺一個叫邏輯階段，即係話佢知道每一盞燈要着幾耐，要幾時轉燈，而可以令到佢唔會積聚咗喺下幾盞燈裏邊啲車咧喺條街裏邊塞滿晒。但係咧，佢又未有去到智能到咧，去識得去掌握到個路面情況喎，尤其是行人嗰個情況咧，佢係未太顧及到嘅。比如一個例子啊，突然間有某個地鐵站，佢可能有事故，咁可能地鐵站裏邊嘅人咧就要湧晒出去地鐵站以外周邊嘅環境啦，而附近嘅交通燈咧未必會掌握到原來有咁多人走咗出去路面上邊。咁因為係 IoT 嗰個部分咧，即係物聯網嗰度咧。佢冇做好多 sensor 去佈置喺度，去叫做掃描緊附近有冇多人喺某條街道上面。咁佢交通燈咧就冇計翻呢樣嘢喺佢嗰個轉燈嗰度。咁而咁樣去令到路面積聚咗啲人咧，其實去製造咗一啲叫危險嘅情況啦，亦都令到大家掌握唔到。例如一啲當時會調動啲巴士埋站去疏導啲地鐵乘客，點知條馬路上面積聚咗好多人，啲巴士入唔到站嘅，咁亦都唔係咁理想嘅。咁所以咧，頭先問我哋係咪可以做好啲？其實係個基建上咧係要做好啲嘅。例如係佈置翻多啲叫 IoT 嘅物體，咁喺條路面上邊係同呢個交通燈嘅系統去結合埋一齊，咁就似翻個智慧城市嘅基本啦。Jason啊，喺推動智慧城市咧，好多人擔心自己嘅私隱或者個人資料咧得唔到保障。喺呢方面咧，你覺得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你安心咧？方法有好多嘅，又舉個例子啦。例如大家依家進入好多唔同嘅大廈，或者係進入唔同嘅屋苑，都有啲 camera 去照住你。
咁啊數下邊個人頭，咁你去後邊嘅屏幕睇到，佢係有個影像係見到好多人，然之後個正方框框住個人樣嘅喎。好啦，但係其實我哋收集呢啲數據嘅時候，係咪需要即係用一個 visual 嘅方法，一個影像方法收集咧？其實係咪嗰個熱能檢測？咁個熱能檢測咧，其實係可能已經睇到佢人形嘅，亦都估量到佢溫度嘅，亦都數到幾多人數入去嘅。咁其實已經收集到足夠嘅資料，為咗某個目的。咁如果呢個情況之下，其實換嗰個資料收集方法，其實已經解決咗一個即係話驚某啲個人嘅私隱已經係被disclose 咗出去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其實喺每個唔同嘅情況底下，只要係睇住我哋用咩目的去做嗰件事，然之後咧就盡量減免去做用一啲方法咧係 identify 到嗰個人嘅身份嘅。咁中間收集到啲資料咧係純粹做一啲數據分析咧，我覺得就冇問題。之前啊，今日好多謝你同大家分享啊，令到大家對呢方面咧了解更加深入。咁我哋下集再見。